不管你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是不是都听到过一句话，不能光吃肉，也必须要吃蔬菜。因为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不可能只靠单一的食物生存。但不管是从营养还是口感的角度来说，吃肉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吃肉的那一瞬间，嘴里的脂肪跟蛋白质都会让大脑不断的分泌多巴胺，那这种原始的满足感是任何的蔬菜和水果都不可能带来的。那现在闭上眼想一下，在非常饥饿的时候，是想吃火锅烤肉，还是想吃一根黄瓜？所以吃肉一定比吃菜好，谁赞成谁反对？大家好，今天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吃肉不吃蔬菜，那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目前来看，基本所有的科学报告都在告诉大家，人类是杂食性动物。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说法：20万年前的人类觉得每天生活在树上太无聊，饮食也太单一了，就想到陆地上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考古学家就对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和化石做了一个推算，发现当时的人类可能不是只靠着吃点水果或者草根什么的生存，因为他们食物的来源70%以上都是肉类。想不到吧？就我们认为在树上生活的猿人，竟然可以随便的吃肉，这就说明人类从一开始就是食肉动物。千万不要觉得这么小的人类能打过谁，因为在各种武器的面前，不管是大象还是野牛，都变得不堪一击。但这种大范围的狩猎就会出现一个不好的结果，让陆地上的猎物变得越来越少。这主要也跟当时的猿人不知道保护雌性跟怀孕的动物有关系。等到肉类不够吃了，就需要改变饮食结构，所以才说人类不是天生的杂食性动物，只是没办法了，被环境逼得不得不去吃点草根水果什么的填饱肚子。那反过来说，从身体结构上，人类又不像老虎、豹子这种食肉动物，它有锋利的牙齿，可以像锯子一样切割猎物，并且它们的下颚只能上下移动，不能左右移动，这也是所有食肉动物的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才让它们的咬合力变得更强大。那这么一对比，人类的犬牙很小不说，还一点都不锋利，所以没有办法用嘴狩猎或者切割猎物。但好在人还有门牙可以撕咬食物，所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食草动物，它们的下颚都是可以上下左右的移动，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后槽牙咀嚼谷物和植物。我记得小时候大人就会告诉你，人类只有4颗犬牙，所以更适合吃植物而不是肉类。当然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那还有一点就是，食肉动物跟食草动物它们的肠道结构也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小猫小狗，它的肠道一般只有体长的4到5倍，这是因为肉类更好消化。但食草动物就不一样了，比如牛马的肠道大概是自身体长的20倍，这是因为草纤维它需要一个发酵过程才能被消化，而人的肠道只有自身体长的6倍，比吃肉的长一点，比吃草的短一点。所以单从肠道的结构来看，人类虽然更靠近食肉动物，但还保留了一点消化植物的能力。那好玩的就是在肉食动物的体内基本没有发现任何能消化植物的酶基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就算饿死也不会像人一样去吃一点草根树皮什么的。但相对的，他们的肌肉力量和敏捷性都在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到底是他们为了吃肉而生，还是吃肉才决定了他们的生理特性，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如果换到人体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吃肉的下场会特别惨。那最先出现的就是各种维生素缺乏症，尤其是维生素 C 跟 B 会导致坏血症。可能现在会有很多人觉得肉里不是也有维生素吗？但是肉里的维生素含量其实特别的少，而且维生素最怕的就是高温，只要一加热瞬间就被破坏了。这就代表人类只要不吃水果蔬菜就没有维生素的来源。所以我们不是天生的荤素都能吃，而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通过食物的多样性来获取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你总不能让人像豹子老虎一样生吃肉吧？那再一点，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食肉动物，它在抓到猎物之后都喜欢先吃肝脏？这是因为肝脏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和 B。 你再想一下，人也不能每天靠着生吃肝脏来获取维生素吧？但神奇的是，这个世界的确有一种人，他们的饮食结构80%都是肉类，这就是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只能靠着生吃各种鱼类和海豹什么的维持生存。因为这些高脂肪的肉类可以提供大量的维生素 B 跟 D， 所以他们在没有蔬菜和水果的情况下，不缺少维生素的原因就是生吃鱼虾蟹。因为没有加工过的肉，它的维生素是不会被破坏的。还有就是北极的夏天虽然短，但它也是有的。一般到了夏天，他们会收集水果和植物的根茎，因为这些根茎里都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所以除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对人体也非常的重要。虽然它本身不能被吸收，但是它对肠道里的益生菌来说却是最好的食物。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只吃肉，益生菌就没有能量来维持肠道的健康，那这个时候肠道就会出现很多不好的菌，
它们在体内会产生硫化氢和胺。那这些有害的代谢物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发现没有，一般的食肉动物都要比食草动物更聪明一些，甚至还有一个说法，人类能有这么聪明的大脑，全部都是因为吃了肉。而最重要的就是肉里的蛋白质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3脂肪酸里的 DHA， 也就是二十碳五烯酸。那这些营养物质对大脑的发育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人类的大脑只占身体重量的 2%， 它却消耗了身体 20% 的能量。那这么多的能量不是青菜可以提供的，再加上火可以把肉类和植物的营养给更好的释放出来，来供应人体。这也是为啥很多科学家都觉得，如果没有肉，大脑就不可能发展到目前的水平。当然这个说法也不是绝对的。那现在有很多的健身博主都会觉得，植物中的碳水也就是糖才是能量的来源。那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糖对人体来说的确是最高效的能源。但就算是在没有糖的情况下，人类单靠肉里的脂肪一样可以获取能量。那这种情况它还有一个学名，就叫酮症。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人在吃不到碳水的时候，会把脂肪作为主要的能量。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确实可以不吃植物只吃肉，听着很合理的吧？但真相却是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长期的在酮症的状态下，跟慢性自杀是没有任何分别的。所以不管出于减肥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千万不要去尝试酮症。包括现在很多健身的人都会大量的使用补剂，比如维生素 C、镁、锌什么的。那如果从缺什么就补什么的逻辑去出发，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但实际上在营养学里有一个最新的研究，任何的合成补剂都不能代替食物本身。所以缺少维 C 就不要再吃泡腾片了，可以吃一个橘子或者猕猴桃试试，效果会特别的好。因为自然中的一切都不是科学或者化学可以完美复制的，所以对人来说，每天只吃肉不是幸福，而是折磨。那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就是必须从不同的食物里获取不同的营养。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做熟。那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些基本的谁都知道？那现在有一个说法你一定是没听过的，就是肉吃多了会让身体的味道变得很大。那这个不是瞎说的，因为科学家就对17名男性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实验。首先让他们在半个月之内除了肉什么都不能吃，之后又做了一个相反的实验，就是在半个月之内一点肉都不能吃。再把这17名男性大学生的体液，尤其是嘎吱的汗液收集起来，让30位女性根据2组男性身体的味道打分。那结果就是基本所有的女性都不喜欢只吃肉男性的味道，因为这些男性他的身上会散发出像食肉动物一样的臭味，但这个味道他自己是闻不到的。那甚至在这个实验里，到了最后体味最大的男生是没有一个女生愿意接近他的，而不吃肉的男生就不一样了。据说他们身上的味道都特别的清新，让人闻着很舒服，更加的吸引异性。所以上面的实验就说明一点，对异性的吸引跟体味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以想一下，是不是所有以肉食为主的人，他的身上味道都会大一些？那虽然这个跟基因有关系，但跟饮食同样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为了人类可以健康的延续下去，在多吃肉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吃青菜，因为当你身体的味道变好的时候，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喜欢你的女生。